检查出腹中是一对双胞胎的那天，我正想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总裁老公时，却无意间听到了他和他父亲的对话。燕晨，你跟婉慈也结婚这么久了，孩子的事儿，你们怎么打算？我跟婉慈之间谈不上什么感情基础，也不可能跟她要孩子。当初娶她，无非是你们觉得她合适。于是我果断隐瞒了怀孕的消息，随后将一份离婚协议递到他面前。这是什么？离婚协议。你认真的？我看起来像开玩笑吗？离婚总得有个理由。没有理由。合约到期，续不续？理由呢？傅彦成，你确定要追问理由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签字吧。林婉慈，还有事儿？你的东西什么时候搬？不用搬，我只要这个。傅彦成，你说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也没有了。We are now ready to begin general boarding. 第二天，我独自一人飞往了国外。宝贝们别怕，妈妈带你们走。外公，哟，婉慈，什么时候到的？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司机去接你。刚到，行李放家里了。孩子们呢？到时差睡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过来坐，让外公好好看看你。瘦了，是不是带孩子太累了？还行，您才是瘦了。哎，我这把老骨头小毛病不断，不碍事儿。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周爷爷，您这儿可真热闹啊！林婉慈，沈继川，真是你啊！4年了，你一点没变。你倒是变了不少，以前可没见你这么客气，还带水果。周爷爷住院，我能空手来吗？倒是你回了云岚市，怎么一点风声都不透？我又不是名人。你可不是名人嘛！你一走4年，有人找你都快找疯了。谁？你说呢？周爷爷，我今天就是顺路过来瞧瞧您，看您气色不错，我就放心了。有心了，季川。那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您。林婉慈，你回来这事儿我得跟人说一声。随便。行，你说的。婉慈，你这苹果削得心不在焉的，皮儿都断了。外公，你眼神真好。请进。他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周老，听说您最近身子不大爽利，我来瞧瞧您。燕晨，难为你还惦记着，坐下聊吧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有几天了？几年了？什么？走了几年4年。 ？4年零3个月。你还记得挺清楚。有些人记性好。燕晨这孩子还放不下，婉慈还能在云岚市待多久，他说不准；自己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，也说不准。燕晨，最近公司忙不忙？还行，老样子。听说你们最近在城北拿了块地，是，下个月开盘。那个地段不错。周老爷子有兴趣。我老了，不问这些了。不过婉慈以后要在云岚市落脚，说不定有什么要跟你合作的。外公，你们年轻人多聊聊，聊生意，聊生意。燕晨，你帮我陪婉琛说会儿话，我去趟洗手间。你外公身子骨还挺硬朗。你以前就说他最疼你。刚才在楼下，沈继川给你打的电话。婉慈，你能不能多说1个字？好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。你也是，还是老样子。老样子？你是说我没什么变化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真话。
你瘦了，也老了一点，眼角有皱纹了。你这是真话还是故意气我？真话，你自己照镜子。这几年你过得好不好？还挺好的，你呢？还行，还是老样子。刚才不还说你不是老样子吗？我说了你信吗？你说。过得不太好，公司太忙，应酬太多，工作到很晚是常事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那你该请个助理。有助手。那就请个好一点的。教员已经够好了，再好的请不到。哟，燕晨还没回家呀？正要走。周老，您好好养着，改天再来看您。行，婉慈，送燕晨下楼吧。婉慈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什么实话？你这几年到底过得好不好？好与不好都过去了。我没过去。傅燕晨，我们离婚已经4年了。我知道。你能不能别老提这个？好，你说的对。什么？有些事记得太清楚不是什么好事。你今天怎么突然说这么多话？因为以前说的太少。不管怎样，谢谢你能送下来。不用客气，你今天能来看外公，我也谢谢你。应该的。那婉慈，我们以后还能联系吗？就当普通朋友也行。普通朋友，行吧，普通朋友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周叔叔带我们去公园玩，你看，周叔叔买的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我先上去看老爷子。西西，棉花糖别吃太多，听见没？你怎么把他们带过来了？你外公说你想孩子了，让我顺路捎过来。那是前夫的车。行，我先上去。少爷，回公司吗？少爷，开车。您脸色。开车。4年了，我没有一天不想他，而他身边已经站着另一个人了。半个月后，外公术后恢复的不错，医生总算通知可以出院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太老爷这老胳膊老腿可经不起你们撞。太老爷，妈妈说您病好了。好了好了，看见你们俩什么病都好了。太老爷，您肚子里装了个保护您的小支架，是真的吗？旭白，你跟孩子胡说什么？我说的是支架，他自己听成了零件。支架也是零件。对，有了这个小支架，太老爷爷就能陪你们玩很久了，厉害吧？厉害！外公瘦了不少。你在英国那几年，他每次打电话都问你什么时候回来。大小姐，周老先生请您去一趟书房，周少爷已经过去了。好。婉慈，过来坐。旭白，婉慈，我让管家把你们叫来，是有话要交代。您说。我只有文君这一个孩子，你们是他的儿女，自然也就是我的继承人。外公，您这才刚出院。婉慈，你让我说完，我不是在交代后事，趁我现在脑子还清楚，先说在前头。旭白，你那边呢？宏远那边，你爸给你什么说法了没有？外公，我现在还在宏远集团，还在做业务员。是。旭白，你跟我交个底，你打算在那个业务员的位置上再做几年？再给我1年。1年之后呢？不管林家那边有没有给我一个交代，我都会离开宏远，回来接下明兰集团。你爸把你压在基层5、6年，不给调岗，不放权，连正眼都不看你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不甘心，每天都不甘心。可他不给我调岗，我也没法硬闯。他是我爸，我总不能怎样？总不能跟他翻脸。旭白，有句话我不想说，但今天必须说，他从来没把你当继承人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
你只是在等一个不会来的电话。不太信。什么？您问我自己信不信？不太信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，再给你1年。婉慈，说你的事儿，你回云岚市也有些日子了，往后打算怎么办？先把周周和西西上学的事定下来，其他的听凭外公安排。你在英国这几年，珠宝设计学的怎么样？拿了几个证书，也接了一些私人定制的单子。那正好，婉婷珠宝，我想交给你来负责。外公，我要不要先从基层做起？用不着，你学的是珠宝设计，在欧洲跟的那几个客户水平不比国内这批低，再让你从基层做下，是浪费你的时间。何况，你哥在基层待了5、6年还出不了头，我不想你也白耗几年。外公，您这刀补的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正因为是实话才疼。知道疼就好。婉慈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就算你把公司折腾垮了也没关系，周家还赔得起一个珠宝公司。我不会让他垮。口气不小。随您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旭白，你也一样，1年之后，不管林家那边给了你什么交代，或者不给你交代，你都得回来接明兰。我记着。不是记着，是做到。是。外公，您刚才说不是交代后事，但这话听起来就是交代后事。是吗？那就算我提前交代完了，往后我就只管养鸟看花，看着你们兄妹俩把周家扛起来。好。你们妈要是还在，也轮不到我来操这份心。外公，我能不能问您一件事儿？你问。当年您为什么没有借钱给林家？是你妈不让，她去世前几年就叮嘱过我，往后绝不能再资助林远红的公司。她跟我说，她那个人钱填不满。所以我后来……你跟傅家联姻的事儿，我不知道。要是知道，我不会袖手旁观。那几年，我心里一直对你有愧，可你妈的话，我不能不听。外公，您不用愧疚，那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不联姻，林家就撑不下去。林家撑不下去，哥哥的处境会更难。婉慈，你跟傅彦辰……是我自己提的离婚。为什么？那些事以后再说。今天外公说的是正事。外公，您说的话我都记着。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把事情扛起来。好，你们俩都回去歇着吧。外公，谢谢您。谢什么？谢您没放弃我。你是我外孙，我放弃谁也不会放弃你们。先进去看看吧。林小姐，怎么了？这房子真是空置了好几年。对，4年没住。4年的空房子不该是这个干净法，除非有人定期打扫。林小姐，您是不是雇了人？林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陈嫂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记得离婚搬走那天已经把工资结清了。是结清了，是副总后来又找了我，他说这房子您什么时候回来都能住进去，让我平时过来打扫打扫浇浇花，别让屋子荒了。工钱是他开的，开了双倍。他什么时候找的你？您走之后大概半个月吧。这4年一直都在，隔2天来一次。副总说不用天天守着，但每个星期至少得来2回。冬天怕水管冻了，春天怕回潮。上个月他还让江助理来看过一次，说客厅的灯要换一盏。陈嫂，以后别提他了。是，我多嘴了。那个林小姐，我可以拍些照片吗？你随便拍。林小姐，您是打算把房子卖了？空放着也是浪费。陈嫂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在想房子卖了，你这份活就没了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我这把年纪了，再找活也不难。楼下超市一直在招理货员。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周宅？啊？我缺个人参管孩子的起居，你做过月嫂和育儿嫂，性子又耐得住烦。在我这儿做了这么多年，你的为人我清楚。愿不愿意？我愿意的，只是副总那边你把联络断干净就行。删了，号码也忘了，本来也记不住。好。
林小姐，周周西西，这是陈嫂，以后陈嫂会照顾你们。陈嫂好，陈嫂好。陈嫂，你刚才是不是想说话？这2个孩子长得像他，像的不得了，眉眼鼻子都像。林小姐，当年您离婚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副总他知道？不知道。您打算告诉他吗？暂时不打算。可是，陈嫂，你今天刚来周宅，有些话我得先说清楚。照顾孩子是你的事儿，其他的你不管，也不跟任何人提，包括他。我明白，我嘴巴不太会说话，但我听得懂规矩，您放心。我知道你听得懂，所以才找你回来。孩子长得太好了，2个都长得好。你在国外一个人把他们带大的，是，那不容易啊。习惯了，也好的。您比从前看着精神多了，以前在那个家里每天都小心翼翼的，我看着心里都不踏实。那会儿我可不敢说。大小姐，您的手机响了好几回了。定金、刷卡、签合同。1.8亿的房子，挂牌第2天，看一眼就刷卡。林小姐，你好，江玉安。江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应该没有吧？我这人长得比较大众脸。中介说你只看了一眼就决定买了，1.8亿，不考虑学区，不考虑风水，连户型图都没看第2遍。是，就是这种感觉，一眼就看中了。江先生，你确定你是买家？林小姐这话的意思是，1.8亿的房子，看一眼就刷卡。云岚市有这个财力的人，我大概知道几个，但我不认识你。林小姐好眼力，我确实不是买家，我是替我家老板办事的。你老板是哪位？做生意的人比较低调。云岚市这个圈子不大，你说出来，说不定我认识。林小姐，我老板为人低调，不太方便透露姓名。行，手续先办。林小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江景不错，过户手续办完了吗？童小姐，哎，林小姐，您说，刚才那位江先生的老板，中介这边的买家信息备过号吗？他说他老板在外地，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副本都提交了，不过公司名我没听过，好像叫什么锦和实业。锦和燕峰。妈妈，这鞋不对劲。哥哥真笨。你现在笑，等下买不到棉花糖别哭。买得到，妈妈，买得到，对不对？看你表现。我表现最好。你上次在超市把货架上的饼干全拿下来，那叫表现好？我是真心想帮阿姨检查一下有没有过期的。阿姨不需要你帮忙。可我都拿下来了，不检查完多可惜啊！你每次都这样，先闯祸，再编一个好听的借口。这不是借口，就是借口。妈妈，哥哥说我。他说的对吗？对一点点。那就听着。妈妈，那个人在看我们。哪个？对面那个。妈妈，走错了，停车场在那边。先不走，我们去楼上再逛逛。可是你刚才说东西都买完了。妈妈又想起来了，还有一样没买。妈妈，那个阿姨还在看我们。
还在看我们。谢谢，别回头。他走过来了。哟，这不是婉慈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回家里来看看你爸？婉慈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几年不见，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了吗？李婉慈，你跟那两个没家教的孩子给我站住！妈妈，周周，带妹妹站到那个柱子后面去，别回头。妈妈，你要干什么？妈妈跟那个阿姨说几句话，去吧。你再敢骂我的孩子一句，我现在就报警告你侮辱诽谤。商场到处都是监控，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录下来了。我说了什么？我不过是叫你回家看看你爸。没家教，你敢说你说过，还是敢说你没说？你挑一个。婉慈，你还有没有一点教养？这样对长辈说话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敢骂我的孩子，就必须承担后果。我骂了吗？我只不过在商场碰巧撞见你，好心问你怎么不回家。我怎么知道你这些年在外头都做了些什么？那两个孩子……宋婉晴，要说名不正言不顺，你现在这个身份才是吧？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底气骂我的孩子，但我确定他肚子里的那个来得不干净。他撞上我的眼神时，那0点几秒的闪点，已经把底牌翻给我看了。林婉慈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太太，您别追了，您当心身子啊！闭嘴！妈妈，那个阿姨太凶了，我不喜欢她。妈妈也不喜欢。那个阿姨骂我们什么？没家教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坏词。有人说这个词不是因为你们不好，是因为说的人自己不好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回家。妈妈，那个阿姨肚子鼓鼓的，是不是也有小宝宝啦？是，不知道。那她的宝宝有点可怜。为什么可怜？因为她的妈妈会说坏词。那她可以不听，万一她妈妈天天说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我不喜欢那个阿姨。宋婉清怀孕了，怪不得父亲一直压着哥哥不放权，不只是因为偏心，是因为他有了新的继承人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人要保护。妈妈，你今天太厉害了。是吗？你说的那几句话，那个阿姨脸都白了。以后遇到这种事儿，先找商场保安或者报警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如果有人骂西西，那你会怎样？我会让他道歉，一直说到他道歉为止。来了多久了？不知道，就喝了这么一点。坐吧。我今天在医院见到他了，你后来赶过去了，对吧？见到人了？见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看见他身边站着一个男人，还有2个孩子。他结婚了。我不知道他结没结婚，但那个画面，一家4口说说笑笑。你们知道吗？我这4年每天都在找他，他音讯全无，我找了4年。然后今天他就在那儿，在离我不到50米的地方，身边已经站着别人了。你确定那是她现在的丈夫？不确定。那你在这儿愁什么？不管那是不是她丈夫，那画面是真的。她过得好，身边有人，孩子都有2个了。我找了她4年，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。你又没跟她说过你在找她。我说了又怎样？她当年是我没有挽留，离婚是她提的，协议是我签的。她走的那天，我连机场都没去。你没去？我不知道她那天走，她走了1个星期我才知道。
他没告诉你？他为什么告诉我？离婚协议已经签了。他在我家住了2年，我连他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走之后我才想起来，我从来没问过他。燕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放不下他是因为孩子，还是因为他这个人？我不是因为孩子，见到那2个孩子之前，我已经找了3年半。那你怎么不早点跟他说？说什么？说我后悔了，说我当年不该娶她的时候连正眼都不看她，说我这几年每天都在后悔，但是找不到她。这些话他凭什么要听？他身边已经有人了，那人陪着他带孩子，陪着他上公园。我站在车窗后面看着，心里又酸又涩。那本该是我陪在他身边的。燕晨，我跟你说句难听的，你当年对他什么态度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每次我们几个出来聚，你什么时候带过他？结婚2年，你连他长什么样我都记不全。现在你跟我说你后悔，你让谁信？没人需要信。当年是我对不起他，是我没有珍惜。所以呢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？你傅燕晨什么时候需要在这儿发呆解决问题了？沈其山，我说错了吗？燕峰集团的董事会他可从来没这样过。你不是向来拿钱砸拿资源压吗？怎么，前期的事儿用不上支票本？你少说2句。少说2句，他也知道我说的是真的。我是真心问你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我不想跟别人生什么孩子，也不想跟谁结婚。如果他已经有了归宿，那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，除了别再出现在他面前。你就这么放他走？不是放不放的问题，是资格。当年他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做。现在他过得好了，我去打扰他，那叫不合适。燕晨，如果你真的放不下也得放。你以为我没试过吗？这4年，什么方法都试过了，工作、加班，让自己忙到没时间想，没用。他不在，所有东西都只是让时间过得更慢而已。那就别放了，去试一下。最坏的结果不也是现在这样？你还是没有他。有区别。有什么区别？现在，至少他怪我的时候，我不用看着他的脸。他睡了。刚才那些话我第一次听他说。我也是，这个人是不会说这种话的。他平时连对不起都不跟人讲。今晚说了多少句我没资格。你刚才不该逼他，不逼他他会说真话吗？他说的，他自己也未必接受。他说要放他走，你觉得他做得到？做不到。他要是做不到，当初就不会找他4年。4年都找不到的人，今天刚见到一面就说要放下，这种话也就是骗骗自己。那你怎么不直接戳穿他？不用戳，他自己知道，他只是还没想到办法，或者说还没攒够勇气。走吧，让他睡。青瑶，你说林婉辞那边那个男人，到底是不是她现在的丈夫？你不是说她身边确实站着一个男人吗？站着的男人有很多种，丈夫、男朋友、表哥、邻居，可能邻居。她自己看不清，我替她去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明天去周宅一趟。你这人多管闲事的毛病，迟早惹出岔子，那也得管。婉辞，明天我去周宅，你就接着睡吧，反正早晚也得醒。他昨晚没睡好。妈妈，太姥爷说今天有芒果布丁。有，你先把脸洗了。哥哥还没醒，去叫他，跟他说布丁不等他。太姥爷，这个跟你上次给我买的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
上次的有黄黄的汁，这次的没有，不过还是香的。因为上次是芒果汁浇上去的，这次直接做在布丁里了，尝尝看。好吃。周周，嘴里有东西不要说话。我说好吃。听见了。周老，李元红和林太太闯进来了，开车强行推开了铁门，保安拦不住。没有通报？没有，直接闯进来的。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他是来干什么的。陈嫂，你带着孩子待在餐厅里，别出去。妈妈，外面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跟哥哥在餐厅等妈妈好不好？好。元红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周老，这你得问问林婉慈，她对我太太做了什么？昨天在商场碰见她，她骂周周和西西没家教，我当场警告了她。你听见了？你太太骂我曾勋孙，婉慈只是警告了她，算轻的。周老，您不能只听林婉诗一面之词。我了解我太太，她绝不会说出这种话。你了解你太太，林先生，你了解她的时间不超过10年，你认识我的时间30几年。你说你了解她，那你也了解我吗？我没有你这种目无尊长的女儿。巧了，从你把我赶出家门那天起，我就不再是你女儿，你也不再是我父亲。打断骨头还连着筋，血缘关系是你说断就断的。你这个不懂事的女儿，给我道歉，向你继母赔个不是。林远红，你知道你今天站在谁家的地盘上要人道歉吗？这里是周宅，你是开车闯进来的，没有通报，没有请见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。按法律，这叫非法侵入住宅；按道理，这叫上门寻衅滋事。你还让这家的小姐给你的现任妻子赔不是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脸太大，怎么打都打不疼？老公，算了吧，婉子执意不肯认错，我们做长辈的也拿他没办法。我有点累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周老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太太还怀着身孕，这件事闹大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闹大？你以为我怕闹大？我倒是很期待，明天云岚市整上流圈都知道你林远红开车闯岳父家大门，替现任太太骂前妻的女儿，这个名声不用我花钱，你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老公，我真的不太舒服，我们改天再说好不好？远红，铁门的修理费我稍后让助理把账单发给你。周宅从里到外都有监控，别想赖。他以前也这样，你妈在的时候他不敢，后来你妈走了，他觉得没人管得住他了。我妈看人很准。你比你妈聪明，你退得比她早。周老，傅家小姐前来拜访。傅雨欣，傅彦辰的堂妹，以前跟我也算说得上话。请她进来吧。陈嫂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你带周周和西西去后花园玩一会儿，别往前面来。明白。嫂子，婉慈姐，好久不见。雨晴，进来坐。周老你好。雨晴啊，坐吧，你们聊，我上楼歇一会儿。婉慈姐，你回云岚市多久了？快1个月了。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？我还是听别人说起才知道的。谁说的？周旭白，他跟我哥提了一嘴，不对，是跟季川哥提的，季川又跟我哥说的。反正我拐着弯知道了。你跟周旭白也认识？认识。不说他了。婉慈姐，你这几年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呢？咖啡馆生意还好吗？还行吧，养不活自己，但养得活店员。对了，我哥这几年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什么情况？简直成了工作狂，每天在公司待到半夜。以前他至少偶尔还会出来吃个饭，现在谁约都不出来，连我妈都说燕生在拿工作当安眠药使。安眠药？他这几年睡眠一直不好，全靠工作打发时间。我跟你说这些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毕竟你们已经……没事儿，你说。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。雨晴，他最近是不是在相亲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我大伯母安排的，昨天刚办了个晚宴，请了好几个富家小姐，我哥全程黑脸。许南渊也在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还以为他离婚是为了等许南渊回国，不是，
昨晚许南渊坐在他旁边说了半天话，他完就起身走了。我追上去跟他说你前妻回来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不该跟他提你？你说了，说了。他什么反应？他说他现在怎么样？我说他很好，有2个特别可爱的孩子。然后你猜他问什么？什么？他问你看见他的孩子了，不是问句，是存述说。他一早就知道你有孩子。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，他不说。婉慈姐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儿？你问。那2个孩子跟我哥有没有关系？孩子的爸爸在国外，我这次是回来探亲的。哦，婉慈姐，我是从小被我哥骗到大的，他说谎的时候会低头，他低头没有？你在套我话？所以你也在说谎。没关系，你不想说我不逼你，但我得跟你说一件事儿。昨天晚宴的时候，我妈在跟我婶婶商量，说要查一下2个孩子的事儿。不是我说的，是沈继川在医院走廊打电话的时候被人听见了。雨晴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不客气，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帮你，是为了帮我哥。他这几年过得太差了，你要是心里还有他，雨晴，不说了，我走了。对了，那2个孩子，尤其是那个小男孩，我哥小时候的照片我见过，那个眉眼不用做鉴定，长眼睛的都看得出来。雨晴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？抱歉。沈继川，你跟周旭白熟不熟？看情况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单独约他吃顿饭。你想从他嘴里套什么？婉慈这几年的事儿，婚姻登记和入境记录我已经拿到了。他在国外怎么过的，周旭白知道的比我多。你觉得他会告诉你？不一定，但至少值得试试。燕晨，我问你一件事：如果周旭白告诉你婉慈在那边确实处过别人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就问他本人。周旭白说的不算，他说的才算。行，我帮你约。约了，今晚8点。周旭白回了一句，让他直接来我公司。副总，林小姐在吗？大小姐在舞蹈室，您稍等，我去。我自己过去。妈妈，门口有人。先去擦汗，副总。这是我女儿西西，我儿子周周。妈妈，他的鼻子和我的好像，他的眼睛也和妹妹的一样。像吗？像，真的。你们3个站在一起，跟手机里那个拼图游戏一样。妈妈，这位叔叔到底是谁？他是傅叔叔，妈妈以前认识的人。跟周叔叔一样吗？不太一样，以后再跟你讲。先跟陈嫂下去换衣服，妈妈跟傅叔叔说几句话。哦。傅总是来谈生意的，我来谈孩子的事。周周和西西是我的孩子，你心里清楚，我心里也清楚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，我遇到他是在离婚之后。你说过了，我回去也想过，有2处对不上。哪里？你怀上孩子的时间，他们4岁。倒回去算月份，你怀他们的时候还在国内，在离婚之前。除非你刚到伦敦第2天就跟人处上了，这不合情理。你不是那样的人。你所谓的生父，你说出了几个月性格不合分开了，但你这4年在英国的婚姻登记是空白的，同居登记也是空白的，一个人的名字都没有。你查我？如果不查，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。我会以为你以为人妻，远远看一眼就走。但现在我知道你没嫁给任何人。我没嫁给别人，不代表孩子就是你的。那就做亲子鉴定，你不敢。是，周周和西西是你的。
帮我约个时间，我想正式见见他们，不是傅叔叔那种见法。你想清楚了？很清楚，这4年我欠的东西太多了，你慢慢算账，但孩子的时间别再替我扣掉。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明天下午3点。好，就明天下午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提前约时间，不要突然上门。第二，暂时不能告诉他们你是父亲，他们还太小，消化不了。什么时候说，由我来判断。第三，每次探视你都得在场。你都替我说了。你说的每一条我都同意。婉慈，你还有话？周旭白后来找过我，那天饭没吃成，他自己来了我公司，他说你是个好母亲，让我别搞砸了。没听到什么，门太厚了。哥哥，他是不是爸爸呀？我觉得是。为什么？叫周叔叔。周叔叔，乖。旭白，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路过，刚才在楼下看见傅彦辰的车，走了有一阵了。他来谈孩子的事。猜到了，他用不了多久就能跟孩子们打成一片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直觉，我直觉还是挺准的。他值得你重新考虑，我说真的。妈妈，周叔叔是不是不高兴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刚才笑了，可是眼睛不是那么笑的。明天见。我带了乐高和毛绒熊。几套？1人1套。谢谢傅叔叔。谢谢傅叔叔，他好软。傅叔叔，你膝盖响了。因为叔叔年纪大了。妈妈说年纪大的人才膝盖响，可是你看起来不像年纪大。那像什么？像哥哥的放大版。晚饭好了，留下来吃吧。好。燕晨、旭白，看看饭菜合不合口味，都是家常菜，多吃些，千万别客气。光是闻着就香，特地备了这么多样我爱吃的菜，辛苦你了。管家，把糖醋排骨换到这边来。婉慈，剥虾壳容易扎手，我来给你剥。谢谢啊，你是客人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以前都是你照顾我，现在换我来照顾你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这鱼很新鲜，你尝尝。谢谢。我的碗对不下了，你们别给我夹了。谁先停？你先。凭什么？你给他加了2只虾，我只加了1块鱼和1筷子青菜，你比我多1次。你那块鱼比我2只虾加起来都大。鱼是蛋白质，虾也是蛋白质，不能按块算，那按什么算？克重吗？够了。公平了没有？我说今天这顿饭热闹，比我过去1年吃的都热闹。等下我剥好的虾可以给孩子们送去。孩子们已经吃过了。那明天？明天他们也吃过了。后天？旭白，你上次来我公司说的那件事，我回去想了很久。哪件事？你让我别搞砸的那件，我答应你。答应没用，做出来才算。那就做出来。你们俩什么时候私下见过面了？前几天，他约我吃饭，我没吃。为什么？因为饭没吃成，不饿。一起走。你不留下来？我明天例会要用的产品演示还在服务器上跑着，得回去看。加班？
也不算加班，就是去看一眼。你们科技公司的人都喜欢说加班不叫加班。走吧。婉慈，今天剥的虾不算，下次我重新剥。虾是谁包的？傅彦辰、周旭白。排骨呢？也是周旭白。那还是旭白赢了，2道对1道，糖醋排骨也算一道菜。外公，您在旁边计分，他们知道吗？不用知道，他们都不知道，这样我就一直有权重调整的空间。爸妈，这么晚还没睡？等你。雨晴说你见过周家那2个孩子了？见过了，是我的，还没做鉴定，但我知道是。我就知道，你看这眉眼，跟你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什么时候出结果？东西已经送了，最快明天。傅远成，我告诉你，当年是你混账把人赶走的，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你必须把婉慈和我的孙子孙女给我追回来，追不回来你就别认我这个妈。我知道。睡了。下午玩累了，一个故事没讲完就睡着了。没有血缘关系。不可能，婉然这辈子只跟他一个人。能连着结合2次鉴定，还能同时买通傅彦辰和我妈找的人，除了林远和没别人。我也这么想，这个结果眼下对我有利，傅家没理由争抚养权。他能结1次就能结第2次，防不住。那就让他再结1次，留下痕迹我们就能查到。大小姐，傅家老夫人来了，还带了采样人员。婉晨，燕晨那份报告我不信，今天我带了最权威的人，当着我面重新采写。可以，但我要全程录像，从采写到送检，每一步都录。可以。大小姐，孩子们醒了，吵着要找您。妈妈，楼下是不是有坏人？不是坏人，等下有个叔叔轻轻碰一下手指，不疼，像蚊子叮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不怕。每一步都录。婉慈，结果还是没有，这怎么可能？傅夫人，我早就说过孩子生父另有其人。样本又被调包了。我自己验，样本我采，自己寄去瑞士，不经过国内任何人的手。婉慈，如果结果是亲生，那个人不光是不想让傅彦辰认孩子，是想把孩子从你身边割走。我知道，48小时，不管结果是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等了。结果出来了，99.9999%亲子关系。样本有没有异样？瑞士做了附加项，2次国内报告的样本都不是傅彦辰的。送婉晴的公司动了手脚，林远红给鉴定中心的人转了一笔江景芳首付的钱。还有别的吗？4年前你离婚第3天，宏远集团多了6亿投资，是傅家的彩礼，还有一份对赌协议，我已经在查了。天亮去傅家老宅拿存档，找到发给我。婉慈，对不起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4年前我不该说那些话，不该让你一个人走。那时候你不知道我怀孕。就算不知道，我也不该对你那么冷淡。别光说对不起，看看这个，你爸和林远红签的对赌协议。这4年我每天都在找你，10个亿赔偿，每年15%利润，他竟然拿你当筹码。所以他才一次次调换鉴定报告，
怕傅家认回孩子，他要赔一辈子。我不会放过他。冻结与宏远的所有业务，整理证据提交有关部门。万慈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弥补你和孩子们。傅叔叔，你怎么又来啦？叔叔有话要跟你们说。周周、西西，其实我不是我傅叔叔，我是你们的爸爸。你跟我们长得太像了。我也知道，你每次来都带礼物，跟周叔叔的不一样。对不起，爸爸来晚了。没关系，来了就好。给你吃甜的，吃完就不难过了。燕晨，婉慈这孩子从小苦，你以后不能再让他受委屈。您放心，我用一辈子保证。去吧，陪孩子们玩去。宋婉晴连夜带着孩子离开了云岚市，林远红众叛亲离，收到法院传票后，独自待在别墅。毕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人要珍惜。妈妈，你今天好漂亮，像城堡里的公主。爸爸也很帅。你妈妈今天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。你今天也很好看。好啊，好啊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谢谢您，外公。不用谢我，以后好好对婉慈和孩子们，比什么都强。外公，好孩子，以后再也不用一个人扛了。副总，恭喜啊！谢谢。丑话说在前头，以后要是敢欺负我妹妹，我带着整个明伦集团跟你没完。放心，我舍不得。干杯！恭喜恭喜，可算等到你们领证结婚了。是啊，这4年没白陪某人在酒吧喝闷酒。傅彦辰，你可得好好谢谢我们俩。当初要不是我天天催你，你现在还在办公室当工作狂呢。是，谢谢你们，改天包场请你们吃饭。这还差不多。爸爸，什么时候切蛋糕呀？我想吃草莓味的。我也想吃。现在就切。来，我们一起切。爸爸变成小花猫啦！你才是小花猫。别闹了，脸上都是奶油。多大的人了，还跟孩子闹？这样才公平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要永远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会的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永远在一起。